很多中老年人呢，都有一个特别困惑的问题，平常呢不大鱼大肉，不暴饮暴食，甚至常年清淡忌口，为什么血脂还是年年往上飙，血管还是愈来愈硬，愈来愈不通畅呢？其实绝大多数人的血管损伤都不是重大疾病造成的，全是日常里那些不起眼的小零食、小饮食习惯，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慢慢熬出来的。就拿家家户户都常备的开心果来说，大街小巷、超市、杂货店、网络商城、菜市场摊位随处都能买得到。闲在家里没事看电视、聊天叙旧，陪孙辈玩耍，串门子闲聊，随手呢就抓一把来吃。网络上有人说它是养护血管的珍贵食材，能清血脂、护心脏、软化血管、稳定血压。也有人说开心果油脂含量太高，热量超标，吃多了会堵血管、肠赘肉，让身体发福，加重身体代谢负担。两种说法呢完全相反，到底谁真谁假？到底该不该天天吃开心果呢？那么天天吃开心果到底是在养血管还是在悄悄伤血管呢？今天我就用临床最实在的大白话，把开心果的好坏、正确吃法禁忌一次讲得透彻明白，不藏私，不夸大。同时呢，告诉大家，比起纠结开心果能不能吃，真正摧毁中老年人血管健康的是人人都在犯却从不重视的6个隐形杀手。这些习惯藏在生活各个角落，每天都在伤害血管。首先呢，明确核心结论，原味适量，吃开心果确实能护血管，对中老年心血管有正向帮助。重口味过量吃开心果绝对会伤血管，反而给血管添负担。开心果呢，不是普通的休闲零食，它的营养呢，对中老年心血管的针对性特别强，含有3种血管最需要的核心营养素，每一种都对血管健康至关重要。第一种，丰富的镁元素与钾元素。大家的血管之所以容易血压不稳、频繁紧绷，偶尔还会发麻、抽筋、胀痛、头晕脑胀，很多时候呢，都和身体里缺乏镁元素与钾元素息息相关。镁呢，是血管的天然稳定剂，能帮助放松全身血管平滑肌，缓解血管长期紧绷、高压的状态。钾元素则能帮助排出身体多余的钠，减轻血管压力。上了年纪之后呢，人体镁元素与钾元素流失速度明显加快，吸收能力也变差，血管弹性自然会慢慢下降，血压更容易波动。适量补充开心果里的镁与钾，能稳住血管张力，减少血压忽高忽低的状况，延缓血管硬化的速度，让血管维持更好的柔软度与弹性。第二种，天然抗氧化物质，包含多酚类、类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。人过50岁之后，身体抗氧化能力明显下降，新陈代谢变慢，血管内壁每天都会受到自由基的氧化损伤，慢慢长出斑块，变得粗糙不平，就像水管用久了长水垢一样。这些抗氧化物质能积极参与身体的组织代谢，对抗日常的氧化损伤，修护轻微的血管内壁损伤，相当专给血管内壁呢做日常保养与清洁，让血管呢尽量保持光滑通畅，减少脂质垃圾附着堆积的机会，降低斑块形成的风险。第三种，优质不饱和脂肪酸，包括油酸、亚油酸等对身体有益的油脂。很多长辈呢一听到油脂就害怕，总觉得油会伤血管，会生血脂、痰油色变，但血管呢绝对不能缺少好的油脂。好油是血管的润滑剂，开心果里的不饱和脂肪酸是调节血脂的关键物质，能降低体内坏胆固醇的沉积，提升血管自清洁能力，帮助血管代谢多余的脂质垃圾，防止油脂呢牢牢粘在血管壁上，对预防血管狭窄、血液粘稠、血管硬化呢非常有帮助，是血管最需要的营养之一。那么既然营养这么适合血管养护，为什么很多人常年吃开心果，血脂不降反升，体重快速上涨，肚子愈来愈大，血管愈吃愈差呢？问题不出在开心果本身，而出在普通人都会犯的3个致命错误，
也是90%以上的人都会踩坑的根源。几乎每个吃开心果的人都中过招。第一大错误，毫无节制，过量食用，把开心果当成随便吃的消遣小零食。开心果呢，属酚高油脂坚果类，营养密度高，热量也相对较高，不是可以无限量吃的食物。它的热量呢非常惊人，每100公克开心果热量将近600大卡，相当跟1碗半熟米饭的总热量，甚至比一些主食的热量还要高。很多人一吃就是大半袋，边看电视边吃，边聊天边吃，不知不觉摄入大量油脂和热量。身体代谢不掉的多余脂肪不会凭空消失，只会进入血液当中，升高血液粘稠度，堆积血脂，囤积内脏脂肪，最后呢，养出高血脂、大肚子。脂肪肝加重血管堵塞的情况，让血管负担愈来愈重，原本想养生反而伤了身体。第二大错误，偏爱重口味加工开心果，放弃原味，选择调味款。超市里卖的五香、椒盐、焦糖、卤香、蜂蜜、奶油开心果，看住好吃，闻住喷香，颜色也诱人，实则呢是伤血管的坏零食。为了延长保质期，提升口感，吸引消费者，加工过程中呢会加入大量食盐、白砂糖、香精、增味剂、防腐剂、起酥油等添加物。过量的钠呢会持续冲击血管壁，破坏血管内皮细胞，让血管呢变脆变硬，失去原本的弹性，还会升高血压。额外添加的糖呢会直接转化为脂质堆积在体内，引发血糖波动，加重身体代谢负担。原味养血管，调味毁血管，差距简直天差地别。千万别因为贪图一时的口感，害了自己的血管健康。第三大错误，睡前吃开心果，饭后立刻吃，选错食用时间，加重血管负担。饭后血液集中在肠胃，帮助消化，全身代谢优先供应肠胃。此时吃开心果呢，油脂没办法快速代谢，最容易沉淀在血管当中，加重身体代谢负担，还会影响消化。睡前身体代谢速度最慢，各个器官都要进入休息修复状态，代谢效率大幅下降。吃开心果呢，相当待睡前给身体灌油，让血管整夜都在高负担工作，无法正常休息修复。长期这样坚持，血脂呢只会越来越高，血管状态只会越来越差，各种心血管问题都会找上门。这里呢，给大家公布医生公认的开心果黄金吃法，不伤身还能养生，适合每一位中老年朋友。只选原味无添加的开心果，没有额外调味，没有额外添加剂，没有漂白处理的，最安全，保留最完整的营养。开心果每日总量呢，严格控制在20公克左右，大约是10到15颗，一小撮就足够，千万不要贪多，少量多餐才是养生关键。最佳食用时间呢，上午加餐，下午加餐，作为2餐之间的点心最合适。此时身体代谢较快，能更好的吸收营养。代谢热量绝对不要饭后睡前吃，避免给血管添负担。可以搭配杂粮、优格、新鲜水果、无糖豆浆，少量食用，既能解嘴馋，还能补充营养，实现营养均衡，完全零负担。讲完开心果的利弊，必须跟大家呢说一句大实话，掏心掏肺的真心话。开心果吃错了，只是轻微伤血管，偶尔吃错还能慢慢调整回来，及时纠正就不会有大问题。真正让中老年人血管提前老化堵塞，诱发三高和心脑血管问题的，是生活中藏得最深的6个健康杀手，人人都常犯，却从来不放在心上，总觉得是小事无所谓。只要这6样不戒掉，再怎么忌口，再怎么吃养生零食，再怎么吃补品，血管照样愈养愈差，养生效果全部归零，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。第一种，高盐腌制食物。血管硬化的头号元凶，隐形的血管腐蚀剂，盐呢是血管最大的慢性腐蚀剂，一点一点侵蚀血管健康，日积月累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腌菜、酱菜，
腌萝卜、腊肉、咸鱼、咸蛋、腐乳、重盐卤味、泡面、重口味、家常菜、咸汤、酱油泡饭，都是高盐重灾区。很多中老年朋友早餐就爱吃腌菜配稀饭，觉得开胃又省事，却不知道这是在伤害血管。长期高盐摄入会升高血液渗透压，让血管呢长期处坠高压冲刷的状态。血管内壁呢长期受高压刺激，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微小伤口，血液里的油脂杂质呢会死死挂在伤口上，日积月累呢形成硬化斑块，让血管从柔软有弹性变得又硬又窄，就像老化的水管一样脆弱。高血压、脑梗、心梗、脑中风全是这样慢慢熬出来的。千万别小看日常吃咸一点的小习惯，累积起来就是大问题。第二种，含反式脂肪的加工点心，心血管堵塞的加速剂，血管健康的头号敌人。反式脂肪呢，是医学界公认最伤血管、最难代谢的脂肪，对血管的伤害是长久且难修复的，进入身体后很难被代谢排出，会长时间滞留在血液与血管当中，广泛藏在奶油蛋糕、起酥面包、饼前、蛋挞、手摇饮、炸串、油条、酥脆零食、人造奶油点心、速食面包、馅饼里。这些食物都是中老年朋友平时爱吃的点心，它的危害呢是双向致命的，一边疯狂升高堵塞血管的坏胆固醇，让血脂快速升高，一边直接降低保护血管的好胆固醇，废掉身体自带的血管清洁功能，相当难一边不断制造血管垃圾，一边关掉身体的垃圾清理系统。长期吃的话，血管垃圾呢只进不出，慢慢就会彻底堵死，等到身体出现头晕、胸闷、肢体麻木等不适就已经晚了，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。第三种，高升糖的精白主食，血管早衰的隐形毒药，最容易被忽视的养生误区。很多长辈呢严格戒肉戒油，不敢吃大鱼大肉，不敢吃坚果，却顿顿大碗精米白面，觉得这样就是清淡饮食，就是养生。这是最大的养生误区，也是最伤血管的习惯之一。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精白稀饭、大馒头、白面包、糕点、精致饺子皮，油窄、加工过堆、精细，去掉了粗纤维与营养，进入体内后转化糖分的速度极快，就像直接吃糖一样。这种精致碳水呢，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，直接损伤娇嫩的血管内皮细胞，让血管内壁变得脆弱。血管内膜一旦受损，就会变得粗糙、凹凸不平。油脂、垃圾、血栓呢，极易附着堆积，形成斑块堵塞血管。常年过量吃精白主食的人，血管老化速度比饮食粗细搭配的人要快上很多。看似清淡无油无盐，其实最伤血管，是血管早衰的元凶。第四种，长期久坐不动，最沉默的血管慢性杀手，隐藏在生活里的健康危机。饮食再怎么自律，再怎么忌口，再怎么吃养生食材，也抵不过常年久坐不动的坏习惯。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后，每天在家看电视、打牌、织毛衣，躺住休息，一坐就是半天，连喝水、起身走动都懒得动。久坐超过1小时，全身血液循环呢就会明显变慢，血液粘稠度跟住升高，血流瘀滞不畅，代谢速度大幅下降，身体的脂质垃圾无法及时排出。中老年人呢本身代谢能力就偏弱，身体循环本来就不如年轻人，血管弹性也在下降，久坐不动的话，油脂呢无法正常代谢排出，持续堆积在血管内部，不仅容易引发下肢血栓、水肿、麻木，还会持续加重全身血管淤堵，让血管提前老化，失去原本的弹性，变得僵硬脆弱，诱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。第五种，长期负面情绪，爱生气、焦虑、郁闷，爱钻牛角尖，内伤最毁血管，情绪杀手比饮食更可怕。很多人只知道病从口入，却不知道病由心生。情绪对血管的伤害一点都不比饮食小，甚至更严重。血管最怕生气，
最怕长期情绪不稳，最怕郁闷憋在心里，长期憋气、焦虑、暴躁，睡眠品质差，失眠多梦，操心过度，爱生闷气，身体呢会持续分泌升压激素、肾上腺素等物质，导致血压瞬间飙升。血管呢频繁剧烈收缩舒张，就像橡皮筋反复拉扯一样，血管反复拉扯受损，韧性呢愈来愈差，脆性呢愈来愈高，随时可能破裂堵塞，很多突发性脑梗、血管破裂、心肌梗塞都和长期情绪不稳定息息相关。保持好心情，放平心态，比吃多少养生零食、多少补品都重要，是最好的养生药。第6种，精加工肉类。餐桌上的血管定时炸弹，方便背后的健康隐患，火腿、香肠、腊肉、培根、肉罐头、咸肉、加工肉丸子、速食肉饼、咸肉钳，方便又好吃，料理起来简单省时，很适合没时间做饭的中老年朋友，却是血管的隐形负担，是血管的定时炸弹。这类加工肉呢，同时极高盐、高脂、高添加剂3大危害地一身，没有一样是对血管友好的。高盐伤血管内皮，高脂升高血脂，添加剂加重身体代谢负担，长期使用呢，会加重身体发炎反应，持续损伤血管内皮，升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风险，还会增加肝肾代谢负担。临床数据显示，常年吃加工肉的中老年人，心血管发病率远高前普通饮食吃新鲜肉类的人群，为了血管健康，为了晚年少遭罪，这类食物一定要少吃，甚至不吃，能不吃就不吃。最后，医生真心话总结，掏心掏肺给中老年朋友的建议。开心果呢，从来不是什么万能养生神药，不是吃了就能百病不生，也不是伤身的垃圾食品，不是碰都不能碰。适量原味吃是养护血管的好零食，能给血管带来不错的滋养，补充血管需要的营养。过量重口吃就是加重血管负担的坏东西，会一步步损伤血管健康，给身体添麻烦。但真正决定你血管寿命，决定你晚年健康，决定你晚年生活品质的，从来不是一粒开心果的取舍，不是纠结某一种零食能不能吃，不是靠某一种养生食材，而是能不能戒掉日常伤血管的饮食习惯，能不能避开这6类隐形血管杀手，能不能坚持好的生活习惯。养生呢，从来不是靠补品、靠零食，靠昂贵的养生食材，不是一时兴起的尝试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克制和自律，靠一点一滴的好习惯累积，靠长久的坚持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稳情绪。饮食清淡，作息规律，你的血管呢，才能一辈子前进，通畅，年轻有活力，才能在晚年少遭罪，少生病，少跑医院，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，享受安稳的晚年生活，才能陪伴家人更久，过上有品质的老年生活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内容呢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内容都是临床实用的健康知识，没有夸大，没有虚假。希望大家呢都能身体健康，远离三高，远离心脑血管问题。从这些内容里呢，学到实用的健康小常识，并且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，改变伤血管的坏习惯，坚持养血管的好习惯。本影片内容呢，仅为科普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建议或是治疗，不能作为用药与诊疗的依据，不涉及任何治疗承诺。那么如果有健康问题呢，有血压、血脂、血管方面的不适，请务必依循你的医师或是专业医疗人员，千万不要自己判断、自己调理、乱吃偏方。咱们下次再见。